原来商朝是一个食人族，它是以杀人、吃人为乐，以杀人、吃人为祭典的这个民族。就刚才讲酒食肉林的肉林的意思，就是肉，也是挂猪肉，也是人肉了。甲骨文的卯，对半切，人对半切，从中间把它剖开，这样的一个方式叫卯枪。那第4个字叫眼枪，眼枪就是用这个人下去煮，把它煮掉了啊，叫眼枪。他就把伯邑考给宰了，不但把伯邑考给宰了，还把它剁成肉酱，剁成肉酱也就算了，他居然煮成一锅粥，煮成一锅粥了以后，还拿去给周文王，拿去给周武王，说：“哎，你们俩试试看。”周文王含着泪，忍着把自己的儿子的肉吃下去。今天非常开心找到我一个老朋友刘在良刘社长来跟我们聊什么呢？很多人都非常怀念过去在谈历史的故事的那一段岁月里面，等于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增加了广度跟深度。很多人都在敲碗说：“哎，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重逢？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再讲故事、讲历史给大家听？”所以呢，今天我就再三的邀请刘社长来我们这个节目来跟我们聊一聊。但我们也希望说，这个邀请不是只有一次，希望未来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对于历史都有非常的高的兴趣，而这个历史也不能只有一天可以讲得完。我们希望有秩序的、有段落的、有脉络的，把这些历史的故事一一的告诉大家。社长，好久不见。是，宝杰好，大家好。好，那其实我特别要讲一下，我过来这个节目啊，其实我心里是有点忐忑不安，因为这5年来，大家知道我这5年来退隐了，退隐江湖。那今天是第一次重出江湖。你退了5年了？对，退休5年了。那这5年来，其实很多节目找我一直不想上啊。那没想到今天宝杰找上来，那我为什么一定要上你的节目？因为我跟其他所有的节目制作人可能是一种交情的关系，那宝杰对我是交情以外加上一个恩义。我其实在之前关键时刻开始不久开始讲历史这一块，转变我很多的一些人生的经验，这一块太难得了。那这一块的恩义是宝杰给我的，所以宝杰今天要我来上，我不能不上。不敢当。好，那我们刚才讲，希望你未来能够常常来这边。然后呢，我们刚刚讲有一系列的。那既然我们要希望说，能够历史是一个有系列的脉络的来谈这个故事的话，那我们当然慢慢从头说起。我们俩在聊的时候，你就发现，在中国有一段历史里面，它其实是非常隐晦的。是非常血腥的，而且它是被刻意隐藏的。过去我们在讲说中国历史从这个三皇五帝下商周一路的下来，可是你知道在讲到有文字的时候，是从周朝才开始有文字，从周朝才开始有史官，从周朝才开始有历史。可是当甲骨文慢慢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哎，不是哦，不是只有周朝。商朝已经有文字了，商朝已经有史官了，而且商朝这个史官的制度是非常的严谨的。那如果商朝已经有文字了，商朝已经有这个史官，为什么数千年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商朝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商朝的整个历史是一片的空白？那一直到了近代，也就是说到了民国初年，挖掘了甲骨文之后，才知道哦，原来商朝是有文字的哦，我们才知道原来有符号，原来知道说商朝有这么多的历史故事。好，那有趣来了，那商朝这些历史故事为什么不见了？搞了半天是被周朝非常刻意的掩埋，那是一个周朝花了一代时间的力量，将商朝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字、所有的记录、所有的个仪式全部都毁掉。那为什么周朝做这么大的动作？两边有那么大伸手就恨吗？不是，搞了半天是商朝是整个中华民族里面最血腥、最残忍、最晦暗的那一刻。当时刚刚讲周文王的儿子被杀，周文王跟他的儿子周武王都吃了伯邑考的这个血跟肉，这是一个血海深仇，周朝完全不能再接受那样的一个故事，所以那个断代很重要。它断代不是只有商朝转到周朝，原来商朝是一个食人族，它是以杀人、吃人为乐，以杀人、吃人为祭典的这个民族。如果你不去改变，如果没有周朝，没有周武王，没有周公旦，没有治理作乐，整个中国的面貌，你还是食人族的后代，你中国的面貌到现在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宝杰，其实商朝的历史哦，在《史记》里面《殷本纪》啊，我以前在读的时候没有办法理解商朝，因为《史记》写的很隐晦，还模模糊糊的。你知道《殷本纪》总共多少字？2800多个字，写一个朝代，商朝多少年？550年呢，从西元前1600年到西元前1046结束，刚好差不多554年。那554年这样的一个朝代，它比汉朝都还长，汉朝404嘛，宋朝319而已啊。这么长、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长的一个朝代，《殷本纪》只用2800个字，2800多个字，各位观众有兴趣的话，你看一下你的书，翻页，大概一页大概就是700-800字，700-800不到4页就结束，一个朝代554年，怎么会这样子？你知道项羽啊？项羽才30岁，《项羽本纪》对，《项羽本纪》，司马迁用了多少？1万多字，一个人活了30岁，比554年的年代写的还要多。对，那为什么？因为没有资料。他商朝的整个文字呢，我们讲说有那个成吉思汗要去灭那个夏朝的时候，说要灭文灭种。对，那其实商朝就是被灭文，没有灭种。把所有商朝的文字记录一概抹掉，对，抹掉。那这个谁做了？周文王，就灭商的这个周文王，叫周武王啊。那我们讲说这一块历史，它既然这么隐晦，为什么要把它抹掉？因为商朝的历史就是刚才你讲了嘛，它是一个吃人的历史。商朝是一个在整个世界文化史上，没有人可以跟它比拟呢，他杀人之多啊，而且他杀人不是说因为有战争需要，战争打仗杀人必要吧？他不是，他是为了祭天。所以商朝当时的活人祭很多，活人祭还有什么人刑制度、殉葬制度，还有当时商朝因为迷信嘛，所有建筑工程要打生基，就是把那个童男童女啊埋在那边。所以商朝是一个很恐怖的朝代。我后来这些商朝的资料，从那个1928考古发现这个殷墟文明嘛，就商朝的首都叫殷嘛，殷就是现在的荷兰安阳，那后来变成废墟的时候叫殷墟。那在安阳考古，1928是傅斯年，当时是中央研究院的历史研究所所长，他带队去挖了以后不得了，商朝的历史原来这么多，整个浮现出来，将近16万片的甲骨文。甲骨文出来，那甲骨文就是记载商朝的文字，记载商朝的整个历史概况。那其实这个挖掘很有意思，这个挖掘他说这个天意要让商朝浮现出来，隔了三千多年。你知道这个是到那个清朝末年那个慈禧太后的时代，有一个甲骨文专家、文字专家王玉龙，王玉龙他有一次生病的时候以前吃中药嘛，中药说有一个叫龙甲是什么东西？其实龟甲。哦，他俩因为龟甲细很小一片，结果那个《老残游记》的作者刘二刚来一看，这个上面有很细的文字，你注意一下，是中药材。对，中药材上有文字，龟甲上面龟壳上面有这个文字，那文字很小，所以刘二一提醒。这王玉龙吓一跳啊！王玉龙本身是文字专家嘛，所以他后来就放大镜来看那个字，要用放大镜看，对，一看不得了，他这种文字类似于王玉龙当时还没有办法破解，他是想这个是好像跟那个所谓的那个青铜器上面那个铭文啊很像，那是一定是远古时代的文字嘛，所以在后来。找傅斯年很多人文字专家，对啊，刚才讲董作宾，全部去破解这样16万片。那这16万片的这个文字等于破译出来以后啊，我们用几个字可以形容，它是惊心动魄、毛骨悚然的一个朝代，整个商朝的朝代就出来了。我们现在这个图片，你刚才讲那个图片上面。就有很多那个龟甲，你没想到龟甲以前是拿来中药来制药的，就这个中药制药上面居然藏着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惊天大秘密。对，那这个是1928考古，因为刚才讲说王玉龙买到这个龟甲片他就一直往上游追嘛，到底这个龟甲片从哪里来？后来才知道这个安阳这个地方。那安阳这个地方后来是由傅斯年带队
去挖掘，总共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完全浮现出来了，里面还隐藏更多的证据跟还有更多，挖了15次，15次在安阳阴溪这个地方了，我们可以看这个阴溪这个地方，你看它有一个坑，这个坑其实是什么？是我们讲活人祭用的坑。那这个坑有多少？1000多座，到目前为止1000多座。那1000多座，你看这样每一个坑啊，它有细细小小的坑啊，那个一个坑大概就是可以埋到10几个，甚至到20几个，那不就数万人了？对，你最大的坑现在挖到的有，它记载的是有1万多，但挖到的是9008，一个坑9008人。那也有的坑是到3、4千人所以你看那个，甚至有历史学家在统计这一块有大概会有多少，他们就用这种比例来换算，跟人口比例来换算出来大概比例可以到差不多1/50或之2，等于50个人里面有2个人要抓去做这种活人祭。在商朝的时候，对，那你看这多可怕！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说，这种食人族是阿兹特克。我们看到玛雅都有这种食人献祭的这种文化。那当时你看到玛雅文化，你看到阿兹特克文化，你已经觉得够恐怖了。你如果跟这个商朝比的话，它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小巫见大巫。那我们刚才讲，商朝有5次迁都的记录，安阳是最后，安阳是后来盘庚迁都，大概商朝后面的200年的历史，在这个地方，前面也是一样，还有350年的历史。还不知道考古，因为商朝5次迁都，前面是比较模糊呢，到底在哪？只有知道商汤在商丘，在荷兰商丘。那这一块等于说商丘也没有开挖，其他地方也没有开挖，那到底有多少人？现在老实讲不知道，太多了。那商朝这一块我特别要讲，它这个其实我们说商朝是一个杀人的世界，其实在中国的文明呢，早期啊。在商朝之前，在商朝结束之前，就是中国本身就有这种习俗，是吗？对，世界文明史，我在看世界文明史，包括4大古文明，印度、埃及，只有阿兹特克，不是有玛雅，不是只有中南美洲。阿兹特克是因为它16世纪才灭亡嘛，它留下来的这种文字记录，留下来这种文字的口头的，大家知道比较多。那这些都必须商朝这个都必须依据考古。那商朝以前我讲说还有更早的吗？有啊，考古发现农商文化就有发现，也是有这种以活人祭祀呢的这种东西出来。那只是当时很少，零零散散呢，一个坑2、3个，再找也找不到了，就没有像这么大规模的。只能证明说以前有这种习俗。农商文化的时候，农商文化更早说也有啊，有考古发现都有这种仰韶文化7、8千年了。也有这种发现，但这种发现都零星的，甚至有些历史学者还在争辩说这个真的就是搞不好是斗殴死亡什么东西呢？所以有这种情况。那后来发觉这些是确实，因为斗殴死亡你不会摆陪葬品在里面，人祭的话祭祀上天啊，要诚意，除了献人以外，也要献其他的包括牛、羊、猪啊之类的。OK， 那我们回到阴溪这一块。安阳考古这边发现，商朝是这样一个恐怖时代，是这样一个令人惊心动魄跟毛骨悚然的时代。那确实，因为商朝其实它前面的几百年，如果以历史记载的话，它还好一点，是到哪里？是到武丁的时代，大概商朝的第23代君主吧，商朝34代嘛，23代国王的时候，武丁的时候，有人讲一句话说很好，说你的成就是我的灾难。为什么？因为武丁的成就太高了，是历史上商朝最有成就的一个国王。对，他收服四方，版图最大，做到。那换句话说什么？抓战俘最多，所以他杀人最多，战俘最多。所以这个阴溪考古发现很好玩，他所有大体出来以后做 DNA， 它有一个地方。人最多叫羌人，羌人。武丁当时发枪的时候抓了最多，因为羌这个民族它是本来就是一个最善战的民族，威胁最大，而且人也最多。武丁下手最狠，那抓进来的时候做人祭，所以武丁的时代占了多少？武丁时代占了商朝总人祭，就是说我们活人祭的人数的70%，他一个时代就占了70%。
所以相当的一个可怕，相当可怕。那如果要讲这个，我特别要讲说，商朝的杀人不只是活人祭，商朝有3大杀人的现象，一个是活人祭，刚才殷墟考古出来了，另外一个殉葬，商朝也是达到一个巅峰嘛，因为他不把人当人，他把人当成像动物一样，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他就杀。这个殉葬的部分也是商朝也是一个高峰。另外有一个叫我们现在演叫打生桩，以前叫人奠基的，就是要埋一个城墙或埋一个基座。对，那商朝它是一个以巫术治国的时代，所以很迷信神鬼治国的一个时代。商人当时所有的巫师啊，他治国是所有用很多的巫师来治国，分成内政部啊，比如我们现在讲的内政部。国防部、外交部、经济部，所有部的一个部长啊，他就叫什么巫虎、巫牛、巫马、巫鱼，所以都是巫。包括商朝那个当时有一个我们讲那个刚才讲的武丁啊，他也是他老婆也是一个大巫师，有一个大，所以很多这样的巫文化的一种信仰，那他们就。要敬天地，要献最好的东西给老天给神啊，就是要人。对，所以他就必须把人啊献上去。人的血是有灵魂，人是有灵魂的，所以他献上去。那献上去，刚才讲到打生桩这一块，就是一样。商朝当时如果要盖宫殿，考古挖掘了很多啊，盖宫殿，那宫殿的那个墙基啊，对，每一个墙下面都好多个人，而且都是童男童女，因为他们当时认为。最珍贵，而且灵魂最干净、最清洁的，就是童男跟童女。所以当时杀了大部分。这个其实影响到现在，影响到很多后来大家都在那个打生机之外，后来日本我这样讲，日本在以前遣唐使的时候，唐朝遣唐。他回去又带回去中国最好的一部经典《易经》，然后他们日本人研究占卜，然后研究什么这个所谓风俗习惯，发现打生机这个是可以敬天，是可以对工程有利的，学的最好的就是日本。日本也有打生机哦，非常多。日本你知道很可怕，是在江户时代，德川家康。德川家康的时代，他当时有几个字在形容，说德川家康的时代是一户一身装，都建一栋房子就是要底下埋一个人，那是多少？他以前就有这种现象，在德川家康的时候整个爆发出来。那在日本的考古发现里面，其实也是一样，跟中国一样。日本在江户时代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200多年，240几年，在这240几年，因为德川家刚才讲了，你的成就就是我的灾难。德川家康有成就，当然有成就啊，把日本统一起来，结束这个武士战国时代嘛。那统一以后要干什么事？建设。所以宫殿啊，大湖的宫殿啊，桥梁啊，什么东西全部都就一起来。那打生桩的情况就越多嘛，所以德川家康江户时代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时代。所以这是跟中国学的。对，跟中国学的，就遣唐使带回去的这种观念。这祭天地拜鬼神，最好的就是这种。因为之前在《史记》里面有提到，在讲《殷本纪》里面就有提到说，纣王这非常残暴，残暴里面有刨刑啦。你先看到一个《封神演义》，对，《封神演义》很多那些刑罚，其实在《史记》里面是有交代。可是很多人讲说，你这么胡说八道，你这个显得这么隐晦，根本怎么可能？就后来挖掘的出来说，原来那个东西只是简单的做法，原来他们对杀人有一套的制度，各种不同的，有把你剖开的，有腰斩的，有各种的杀法。杀法里面更可怕的是，我把你煮成粥的，把你煮成那个肉羹的，而且最可怕的是，为什么后来周文王发誓，我一定要把商朝给灭掉，就是他最心爱的儿子伯邑考。伯邑考据说高大威武，非常的漂亮，所以为什么在《封神演义》说妲己要去引诱他，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俊美的男人。你知道在以前的时候，你要帮国王开车，你要帮国王当马夫，不是随便人可以当的。意思，你当马夫的一定要体面的，你是国王的门面。所以伯邑考就是
高大强壮、漂亮。结果呢，纣王居然怀疑他，连他接要祭祀了，我要把我最喜欢的、最漂亮的、最珍贵的人，我要献给天。就他想到谁？他想到伯邑考，他就把伯邑考给宰了。不但把伯邑考给宰了，还把它剁成肉酱。剁成肉酱也就算了，他居然煮成一锅粥。煮成一锅粥了以后，还拿去给周文王，拿去给周武王，说：“你们俩试试看。”他们俩都知道这是我哥哥，这是我儿子的，他们俩让他们吃。他们俩吃了以后，我看到简商的这本书里面说，两个人反胃、难过、痛哭，结果呢咬着牙没有办法。商朝真的太强了，我们大家可以好好介绍商朝有多强。商朝真的太强，周文王含着泪忍着把自己的儿子的肉吃下去，周武王把自己的哥哥的肉也吃下去，就回去了以后呢，这就是奠定了周文王要用血。人家讲《易经》不是占卜的书吗？有人讲《易经》不是只是占卜的书，《易经》是周文王到了商朝，学会了商朝的占卜之术，把商朝的占卜之术整个集齐大成之后，那是他一个整个灭商的总计划书。对，我们刚才讲说商朝它的恐怖不只是杀人多，你刚才讲的杀人的手段更可怕，手段恐怖。杀人手段，在我们现在看你看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是什么？旁边一个鼎，那其实这个鼎上面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锅子，对，这锅子中间的那个什么有看得到牙齿吧？他是个人，头盖整个人头，人头下去煮的，用煮。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商朝后来在这个甲骨文里面发现，商朝它是有5种最可怕的，它有5种有5种文字，5种用词啦，用词。他有写的第一个是用枪，对，杀人最好的是什么？用羌人，羌人是当时西北少数民族嘛，但因为太善战了，形成很大的威胁，在现在的青海跟甘肃一带，也在青藏高原的东边。那这些人用枪，他第一个字，第二个字是杀枪，最好杀的就是羌人。那杀的手段，它后面就几个字出来。第一个是卯，子丑寅卯的卯枪，这个卯很恐怖。卯是什么意思？甲骨文的卯，对半切，人对半切，从中间把它剖开，这样的一个方式叫卯枪。那第4个字叫眼枪，眼枪就是用这个人下去煮，把它煮掉了啊，叫眼枪。那因为这个眼字是用甲骨文是用这个鼎啊的造型弄出来了。那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叫燎枪。燎是什么？大火燎原的燎。那你这个燎字，你大概可以猜到7、8分了。火烧。那这个燎枪在商朝的历史文化里面，它其实具有一定很高的意义。他们认为人如果用火烧了以后，或者祭品用火烧了以后，火化掉以后会化成烟。或灵魂会升天，直达上天，对，直达上天，然后跟上天做一个沟通，请上天保佑你、庇佑你什么之类的，所以叫燎祭。那燎祭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商朝的史书记载蛮多的。从我们讲2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案例啊，商朝的开国皇帝跟商朝的最后一代皇帝商纣王跟开国皇帝商汤。其实都有选择自我燎祭的一种方式，自己烧掉要给上天了。他不是只是杀枪，最后也是最后自己也作为自己是献祭给上天的。对，所以商人他这种文化，他那种巫文化，他血腥，他不是说我用手段而已，他先天根深蒂固里面的那种想法，就真的有这么一回事。他迷信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整个商文化是很恐怖的一个文化。那刚才讲说像这种手段，燎祭很有趣的一个案例，是我看到一段历史，是商朝的商汤建国皇帝开国皇帝，他当时碰到那个干旱大旱没有水啊，怎么办？所有文明里面都一样，水是这样，所以要祭雨神。那他想最有诚意是谁？不是抓人来祭，我自己来祭，商汤自己祭。对，他就穿上袍服，戴上王冠，跑到田野里面，叫很多人把那个柴火啊堆起来生火，他就真的要走上去了，走上自己被烧掉。对，所以叫天降甘霖，上天说不收你是一个好皇帝，不收你，天降甘霖。
那这个其实很多历朝历代很多这种记载，这种记载其实有作秀的成分，有作秀是美化帝王的成分。其实真的是这样，不太可能就马上刚好天降纲领。以前唐太宗不是说什么那个蝗灾的时候啊，唐太宗打赤膊去田野，叫说上天你要叫蝗虫吃的人吃到，不要吧，你吃我没关系，打赤膊把衣服打开。帝王的作秀术不是现在而已，这个本来就很多了，以前从古代就很多。但纣王就真的把自己给标记了。纣王我们刚才讲，纣王灭亡的那一战啊，叫牧野之战。周武王带姜子牙去打了那个牧野之战，那牧野之战在西元前1046的1月27号，当时一天就打完了，从早到黄昏就打完了。那打完这个内容其实很精彩，就姜子牙那一块，等一下我讲商朝那个周王跟周朝为什么要灭商的一段关系啊。我们讲说，当时商纣王兵败以后啊，他没有逃掉。他选择一种方式疗计，自我疗计。很多以前的文字，一般的那个写书的人会讲说他是自焚而死，其实不叫自焚，那是没有商朝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宗教观念。他的巫文化里面这种疗计，刚才讲最高规格嘛。那皇帝当然，我如果自焚，太没面子了，是很耻辱的一种行为吧。所以商纣王选择疗计。他也是一样，跑到露台，露台是他一个以前是行宫对，酒池肉林的地方。对，酒池肉林，就刚才讲酒池肉林的意思，就是也是挂猪肉，也是人肉的。商朝当时商纣王跑到露台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他有一个历史之谜，他身上穿的穿金戴银的王袍什么都好，他身上记载说，甲骨文记载说他身上有带了5块玉，特别好的玉，因为要祭天嘛。那个玉叫天智玉，上天的天，智慧的智，天智玉。天智玉为什么说是一个历史之谜？古代的文明，它有时候你看精神文明好像很落后，但是它的一些黑科技你没有办法想象。天智玉就是不知道怎么来的，不知道怎么，它打磨得很漂亮，挂在这个商纣王身上。那天智玉，甲骨文的记载是说，它本身呢。火烧不化火怎么烧都不化，不会裂掉，没有这样的石头，到目前为止没有。对，没有这样的石头，除非是商朝当时可以做青铜器的嘛，那大概铜的温度到1000多度，它没有办法提高到1800、2000陨石，用陨石做的。那问题就来，好陨石你可以去用火烧很久，加上鼓风机，以前有让古代的鼓风机去把火势升到最旺。你把这个陨石稍微可以软化，去打磨，去做一个造型出来，但问题商朝没有这样的一个火候，青铜器1080度就可以了。那另外是这个石头它本身到底是不是陨石，还是中国本身原产的有什么这样玉石，现在也是一个历史之谜。对，所以这样的一块，那刚才讲商纣王把自己穿在这样，把最好的东西也挂在身上。他本身这样观念就是僚机的一个观念，他不是自焚，他跟那个崇祯皇帝跑去上吊自杀那是不一样。对，所以在甲骨文里面的描述，他的那种商朝的一种神鬼观念、宗教观啊，跟我们现在人有时候用现在的立场去想象，是完全不一样。也就是我到了最后一步了，我要保持我的尊严，我还要去留一份跟上天沟通的那样的一个诚意，所以我就是把自己疗计，我最后还是想要那个升天的。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你斗内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团队制作更好的精彩内容。而你的超级留言，我都会认真看的。可是刚刚讲到，你像牧野之战只有1天打完，可是那个对周朝来讲其实是不敢相信的，因为商朝刚刚讲，商朝为什么可以要杀人就杀人，要抓人就抓人，他要什么就有什么，是因为商朝其实掌握了在整个古代历史里面最可怕的2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什么？青铜器，因为青铜器的机密是被整个商朝掌握，最早是周朝在二里头，
在二里头里面，它有它的这个青铜器最早在中国制造。商朝是一个当时是贩卖水牛的。二里头文化来源是夏朝，我是说夏朝，他就在夏朝，因为他从那个夏朝里面，等于说用间谍或者用什么东西取得了这个所谓的青铜器的制造的方式。那夏朝在青铜器制造方式做酒杯啦，做这个所谓礼仪的。商朝不是，商朝是商人，他们真的是商人，因为他们就是卖水牛的，是做贸易的，做交易的，所以他们对天下有很大的认知，所以我们就把青铜器做成什么刀、剑、矛，还有那个什么那个戟各种刀都有，所以他们这个攻击力道是当时所有人没有的。第二个是当时所有最好的马车都是商人做的，所以你又有马车，你又有青铜器，所以为什么你刚刚不讲吗？羌人长得高大威猛，商人这么有身强力壮，商人骁勇善战，可是羌人碰到了商人一点办法都没有，是因为羌人就是单枪匹马，可是你是有武器的，所以周朝当时要去消灭商朝，不是像《封神演义》讲的姜子牙率领天兵天将，不要搞啦。好，那有趣来咯，这中间有一个人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周文王。周文王，我们刚刚不讲，他儿子被杀了，吃了儿子的肉，而且周朝为什么要把这段历史卖掉？因为周朝以前是帮着商朝去抓人的，我是你的帮凶的，我是你的这个奴隶的。好，那这个时刻呢，周文王就发誓要把商朝给灭掉，这时候就有趣了，他就开始做计划，而他的计划的那一本书，竟然就是《易经》。对，我们讲说周文王这一块历史，它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刚才讲商朝他四处征战嘛，商朝国力这么强，你刚才讲二里头文化出土了，是代表夏朝，那这个夏朝当时用了我那边其实有时候二里头文化的专门研究的书，还有殷墟文化的研究，这个是考古学里面太重要了。对。那夏里头文化里面那个图片呢，我在看。它有那个大概14公分的那种铜片，然后铜片上面镶嵌了一些玉石，叫立松石。那铜片旁边有很多铃铛，青铜做的铃铛。那当时是做什么用？就是夏朝里面看不到，二里头里面看不到那个所谓的青铜兵器，没有武器，没有兵器，都是这一类。那这一类是实在巫师在用了。巫师当时在夏朝的情况是把刚才讲的这种小的青铜片，包括有镶嵌玉石的，跟这个铃铛是挂在一起，然后绑在手腕上了，或者绑在腰带这边。他干什么？在祭天的时候，祭神的时候跳大神，那个两个相碰，铃铛跟那一块东西相碰，碰了就会哗叮叮当当的声音啊。所以他会等于说我声音传达到上天，我来了，我要找你报道了。所以你看二里头文化代表夏朝的，它基本上都是这一块东西，都是乐器呀、礼器之类的。那到商朝不一样，商朝大量出土了这些所谓青铜的兵器出来，所以它很强嘛。因为当时其他的部族啊，有的还停留在什么其他的部落，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还停留在那个用石头打仗的时代，用木棍打仗、用狼牙棒打仗的时代，所以商朝它很快，它征服，它要抓人就抓人。对。那商朝刚才讲，跟周文王有关系的是，周文王他本身以前是商朝的附庸国，他在陕西这一块，陕西周原嘛，周原就现在的陕西宝鸡这一块，那商朝。他恢复商朝，但问题是商朝这个老大不重视你这个老弟，他是利用周人士惯，你帮我抓吧，抓人，抓羌人，回来抓枪，那枪就让你隔壁呀，你陕西过去比较快嘛，那你去打羌人，把羌人抓来干什么？就刚才讲了，献祭，活人献祭。所以当时周文王以前呢，他们很多议员，你叫我这样，我还要贡品给你进贡。还要帮你抓人，还要抓人打仗也难免损伤，所以周人对商人有很多的这种抱怨，尤其到商纣王时代很多这种抱怨。那这种抱怨，他其实周文王就想到，有一天我取而代之，我要灭掉商朝。他取而代之，第一个是权力的一种。中国历史文明的发展，中国历史的发展，它有2条主轴嘛，一条是战争，
一条就是那个战争是争霸权嘛，一条是内部的斗争，争王权跟皇权呢，是用这八王之争啊，黄袍对黄袍加身，对，那很多这种历史主轴大概不会离开这两块。那当时他就想，我要取代这样的一个霸权周文王，要取代这样一个霸权，我一定要挑战商朝，而且要把这个样恐怖的文明啊，杀人的这种文明跟吃人的这种文明消灭掉。那消灭掉他要怎么做？所以他必须有一套很精密的计划，精密计划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周文王有几年的时间，他是被商纣王大概隐隐有些耳闻说，这个周文王到处结交所谓的英雄豪杰啊，甚至商朝内部的一些高官，那这个人要小心了，所以就把他抓到安阳过来，就商朝的首都安阳这边，安阳过来呢，他有一个意思，就当人质，你在我这边嘛，看你我熬，然后没想到周文王很厉害，他到了安阳这边呢，他有被当人质当了7年，但其中有几年，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是下到牢狱里面去了。商纣王不放过他，下到牢狱，甚至想把他杀掉了。那周文王他厉害是到安阳以后当人质，我就利用这个时间了，利用收买或者说去笼络、结交这些商朝的一些权贵，尤其是隐隐然有反这个商纣王的这些对反商情节的。那其实确实，在甲骨文的记载里面，周文王当时有结交到2个侯级的公侯伯子男那个侯级，一个叫2侯，一个叫9侯。这两个人后来被杀掉了，也是被刚才讲用这种所谓的对演技，就把它煮掉吃掉了。那这2个人就是被商纣王有人打报告，一个叫崇侯打报告上去说这2个人跟周文王走得很近，而且理出对商纣王的怨言，所以要小心。那商纣王听到这个，我就杀了嘛，就把那2个人杀掉。然后周文王下狱，他下狱不杀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说我还要利用你周朝继续帮我做事情嘛，还有利用价值。对，还有利用价值。所以后来到狱中里面去。那周文王到狱中里面去，他后来下定很大的一个决心，最大的决心是什么？在这边发生了一件事，是他的长子，当时也是被他带过来当人质呢，叫伯邑考。那伯邑考刚开始过来是帮商纣王驾马车啊，因为刚才讲的一定人长得很帅啊，什么驾马车，那也没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但后来因为商纣王得知这个周文王可能有异心，所以他要说你对我们的这种文化不太满意，是不是？那你是圣人啦，圣人不吃人肉吧？吃，我杀你的儿子伯邑考，就把伯邑考杀掉。那伯邑考杀掉，有人讲说做成肉丸子，有人讲说做成肉饼，那大概就是剁一剁以后去做出来的东西嘛。那送到周文王面前，他还告诉周文王，这个就是人肉做的，对，而且是你儿子，吃不吃？周文王说：“一个成大器者，他一定要舍得这种可怕。对，他把他儿子做成的肉丸当面吃掉，所以商纣王就大笑嘛，说你不是讲圣人吗？圣人吃人肉吗？就这个那个周文王厉害的一个地方啊，有国无家，所以他在这个安阳的这个牢狱里面，这个监狱里面。”他就想，我在这边有几年没事，跟以前后来汉武帝那个司马迁一样，司马迁被抓去关做史记嘛，他是在牢狱里面做易经，做易经有什么用？他想要灭掉你这个文化，我就我要写占卜，到底这个占卜可以打或者不能打，什么时候能打，从往哪个方向打，用什么方式打。这个其实在占卜里面有很深的64卦里面可以显现出来，我讲一下那个，其实刚才讲的那个《三国志》里面有记载，这个占卜的那种威力啊。他吕蒙要去打荆州的时候，打荆州占卜卦说到底能不能打？关羽坐镇的荆州，关羽是蜀国五虎将里面排行第1呢，所以吕蒙要去打的时候有点为难，那就请
占卜师来占了就说可以打，那占卜里面的那个卦象啊，出来用8个字解释，说不出2天，关羽断头，2天之内关羽要断头。那《三国志》是正史啊，他记载这一段，那真的是这样，历史的走向也是这样。李文后来杀了关公斩头啊，也是2天之内，所以你看这个是很可怕的。中国这种占卜邪说一直到后来很多，包括这一代邪说后来传到占卜这个易经占卜啊，传到那个日本。日本也是。日本遣唐使过来的时候很爱这一块，所以日本很爱易经。你知道日本最近出了一本书，是一个高岛吞象写的。高岛屋的高岛吞大象，高岛吞象这个名字很有意思。高岛吞象写了一本书叫《高岛易断》，易经用易经来断事情。高岛易断里面有记载，当时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时候，要跟清朝打，日本上面政府官员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其实不太敢打，因为当时清朝他们认为清朝的北洋舰队啊是东亚第一，船坚炮利，对，东亚第一，而且都是从欧洲比较先进国家德国、法国、英国进来呢，不敢打。后来两派就争论嘛，另外一派想到一个占卜。就是又占卜出来，结果占卜5次都有一个卦象出来，就说打，必赢。结果甲午战争后来的走向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日本人非常非常迷信占卜这种东西，不输中国了。所以没有了这一套东西，对整个中国、对整个亚洲影响这么大。对，所以你看那个周文王他这个所谓的易经，他其实易经2个走向，一个是他要灭掉商朝的一个西部计划，以及灭掉商朝以后，我要把它灭文，不灭人要留伦，人是一种道德伦理的关系嘛。这个文化要把它消掉，所以整个甲骨文当时就整个不见了，埋在废墟里面叫殷墟嘛。那这是2个，那第3个就是说，在他灭掉以后，我把你这个文化灭掉，我要新的一套文化出来啊。所以人家讲说，中国的礼仪之邦是从周朝开始的。周朝以前没有什么礼乐文明、中华制度，不讲这一套，不讲人伦关系，周朝就定出这一套来，仁德治天下了。包括后来的儒家邪说、宋明理学讲存天理、去人欲，都是这一套的延伸。所以易经八卦它其实易经有很深奥的东西。那周文王做周易，易经其实有3本。有2本在现在还没找到哦。对，《易经》有一本叫《归藏》，有一本叫《连山》。那《连山》是夏朝的时代就有了，它也是讲很多占卜。那另外《归藏》是说更早，有人托名说是皇帝做的。那《归藏年》那3个不太一样，《周易》它是以天为主，以天为首；那《归藏》是以地为首，坤卦以坤为首。那刚才讲连山夏朝呢，是以人为首，艮卦，所以它其实不太一样，延伸出来理论不太一样。那很可惜是看得到记载有这些东西，到隋朝的时候，因为到隋朝才不见，对，所以到隋朝之前的文献里面还知道有这样3本易经，但其实2本不见，只剩下周易流传下来，影响最大的也是周易。好，那你刚才讲到的周易对于周文王影响非常的大，因为易经是他其实因为商朝是一个非常重视占卜的这个社会，所以他其实到商朝，等于说当人质的时候，把这个占卜的东西学会了以后呢，他回到了他的这个周朝的时候呢，他非常努力的去铺排，所以你现在易经、周易64卦就是这么样被铺排出来的。我看到的资料，就是说现在找到了周文王住的地方，周文王住的地方非常奇怪，非常诡异。怎么诡异呢？他是住在一个半穴居，半穴居地方没有任何的窗户。他就在这个没有任何窗户的地方去铺排他的易经，铺排他的卦。那为什么要这样？他说，在商朝有一种恐怖的鸟，在商朝所有的鸟都是商人的情报官，他会在你的窗子旁边，他会偷听你的讲话，他会偷看你的行为，然后就这些鸟会又听你的东西以后回报给商朝。所以周朝是相信，周文王相信，所以周文还住到那个半穴居没有任何窗户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里面找到他所有铺排的卦象。这时候你刚刚讲到，我怎么合纵连横，我怎么去设计
我怎么进城？刚刚讲，在这个时候，我什么时候把姜子牙找出来？我怎么样去找我最强的这个助手？全部都在那个卦象里面都有。对，那我们讲说周文王他是等于是周易的一个创始人。那里面其实有一本书叫《简商》，刚才讲了，《简商》这一本书里面把它讲成是周文王的日记。那周文王记载的整个细节都在日记里面。那当然有很多历史学家，包括中原也有提出不同的看法，那这另外一回事。我们讲说周文王在刚才在这个安阳的这个宜虚这个地方被关嘛，关他就开始研究。那可以显现的是他手上应该有这个时候刚才另外2本书更早的。归藏跟连山，他提出另外以乾为首的这种卦象，那他有系统的去整理成64卦出来。那64卦出来，你在这边不能让商朝知道，因为商朝你只能在心中，你不能做记录，因为在商朝里面，你学占卜是一个很僭越的行为，很僭越，那是商王可以指定谁去做。对，你其他人不能去搞这一块，学都不可以学，对，学都不能学，那是好像国家机密一样。所以你僭越，第二个会显示你有恶行。你占卜干什么？占卜最重要的国之大事嘛，容易事而已。那你就是要占卜，你是要想打仗吗？对，跟谁打仗？所以商王对吧？他很在意这一块。所以周文王在被关的时候，他还不敢做出来。那后来，因为他贿赂了很多王公大臣嘛，帮他讲好话啊，然后他儿子叫他吃肉丸，做成肉丸叫他吃，他也吃了。这样的一个人啊，商纣王说好，完了就放你回去了。回到周原这个地方啊，周原这个地方就陕西宝鸡这个地方，其实后来考古也有发现那个商王的筑基，筑基对他的筑基上面其实以前是他们周朝的一个宗庙所在，没错。周文王很厉害，他在宗庙底下挖3个坑，挖3个是他的地下工作室。那周文王他知道以前有一种讲法嘛，叫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朝的祖先就是玄鸟，天上来的玄鸟，所以他跟鸟的关系相当深厚。鸟是挺商了，不会挺我周朝了。所以他这样的一种讲法是，后来他就把这个工作室呢，我们讲说秘密工作室挖在地底下，但现在考古发现是在地下大概离地面2公尺夯土的一个地方，挖度2公尺深，然后要下去怎么下？用木梯，他得在忠实的那个地板上啊，把木板掀开，像现在的密道是什么？木板掀开，然后加一个木梯，你才能走到这个工作室。你要其他也没有通过去的地方，木梯拿掉，地板盖着，这么神秘，它就是一个密道，就是一个密室。然后他这边其实不大，密室他做这一块蛮辛苦的，大概我们换算成现在大概他工作的地方大概2坪大。那另外一间是堆他的那个龟甲，因为他要刻在龟甲上面，龟甲有17000多片，出土了17000多片，很多啊，表示他是很有心的，要弄出一个很周密的一个计划。那当时他就把这些黄金盖起来，然后他做工作的地方是在挖了一个壁龛，很小，大概1尺见方的壁龛，干什么？点蜡烛用的。他是在这种一个烛光之下去搞这个易经64卦出来，跟周易出来了。那搞了几年以后。这个当时考古发现，周文王很厉害，在那样的灯光之下，而且他在做这一套的东西已经人过中年了，眼睛那么好，古人的眼睛那么好，他那个大概有282片的甲骨片了，甲骨片上面的文字你现在不用放大镜看不出来。他说形容像现在的一个小指甲片，是小指甲片。上面要刻20几个字，但是现在的我们讲那个微雕啊，微型雕刻，周文王怎么办到的？而且以前青铜器也没那么锐利，他要刻得很深字才可以留到现在嘛。那表示说周文王当时不晓得用了一个多大的精神跟心力啊，去把这个周易这一块啊弄在这个甲骨片上面。那这个甲骨片后来出来，其实周易出来根据的。很多
也是从这个秘密工作室。那这个秘密工作室刚才讲说，你要下去只能有点，它四边没有窗户，所以其实很闷，尤其夏天都在闷热。那周文王这边就挥汗如雨在那边做。那他为什么要这么秘密？刚才讲，周文王自己里面有提到，刚才讲说，就像他自己的日记，他有提到说，因为他怕一种东西，就是鸟。鸟，他当时在地上住的时候，经常看鸟在那个屋梁下、屋檐下结草嘛。那鸟飞来飞去，鸟一下冲到你门一开，它马上冲进来；窗一开，它马上冲进来，飞出去，你拿它一点都没办法。所以他认为这些鸟呢，是因为是商人的后代，商人是这个鸟的后代，对，所以鸟一定会帮助商。你如果在地面上做这种工作的时候，被鸟看到，或者鸟会咬东西嘛，会叼走去回报商纣王，那是满族超然，不是满门超然，一个整个族人可能超然了，所以他就选择这样一个秘密的地方去做周易。所以周易当时产生出来，其实它背后有一块很辛苦的周文王的这些跟很好玩的一个。光是刻那些字我都昏了，对，而且在2坪大这外就密不透风的地方，这多难过。对，然后刚才讲说，周文王在做周易，另外还有一个计划，就是他里面这个里面其实脚本里面有记载，他这个计划，他周易也有写，他是很刻意去结交一些权贵啦，一些王大族，收买人心。其中一个他灭商最重要的人，他交往了一个姜子牙。姜子牙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叫姜尚嘛。那姜这个字其实是羌的一个另外一种，古代羌族它分嘛。因为那是母系社会，在古代时候，母系社会，女为羌，男为姜。男的那姜子牙是男的，姓姜，所以他是羌人的一个后代。那姜子牙他本身，据说他本身那个演算能力很强，然后他的那个打仗能力也很强，而且他是当时羌人部落的一个大部落的一个首长。羌以前有很多部落。他是大部落首长，德望最高，所以羌人听他的。你只要收买这个人，跟这个人结交了，他一句话最简单，羌人全部就听他的。所以后来周文王就刻意结交有2个地方，在史书记载里面，就是说周文王还没有被抓去商纣王刚才讲下牢之前呢，他其实有跟姜子牙碰过一次。因为姜子牙刚才讲他是羌人啊，羌人他也是被抓的对象，像活人祭对象之一嘛。当时姜子牙有被抓到这个所谓的商都安阳这个地方。那姜子牙毕竟是姜子牙，他脑筋动得很快，他不晓得是收买狱卒还是收买什么。当时听说米亚这边没去啊，商纣王已经下令要把他活人祭了，要把他祭掉了。他就收买狱卒跑掉了，他躲到哪里？在商朝地界里面呢，你要找个地方人家比较不会注意，他去当屠夫。所以周子牙以前当过屠夫，或者有一种讲法，他至少当过屠夫的助理，叫屠走，那个辅佐的走，辅佐。所以姜子牙从这边，那在这边其实周文王呢，我不晓得周文王有这样的人来，是耳目众多，还是这个。他其他人告诉他说，姜子牙对他周文王去找到姜子牙，给他很多的帮助啊，金钱的盘缠，让他收买更多人，讨回羌国，讨回羌地。那时候不叫国，所以他周文王刻意结交姜子牙。那后来周文王回到他的周原之后，其实还是跟姜子牙常有联络，他们就展开了这样一个灭商计划。所以刚才讲说，中国文明最大的一改变的那一天，西元前1046的1月27号，谁带队？那个周武王带队。周武王是周文王的嫡次子，伯邑考长子嘛，被吃掉了。那嫡次子继位，那继位他娶了谁？周文王厉害，帮他媒妁之言，周文王帮他订的婚姻啊，订了谁？姜子牙的女儿。所以周朝的第一任皇后就是姜子牙的女儿，他女儿很厉害，后来生了那个周王的儿子周成王。对，那姜子牙有这层关系，那等于有政治联姻嘛。
那当然也军事联盟。所以当时在7年前1046的1月27号，占卜，时机到了，出祁山过黄河，打，那我就选择在牧野这个地方开阔地。当时很清楚的一个记载是，周朝其实部队不多他可以灭商，他才几万，5万多人而已啊。他写得很清楚，战车300，战车300大概7500人。以前周朝做的战车很大，它可以载硬兵，也可以冲锋。一辆战车25人啊，那战车300，另外虎贲3000。那个侍卫军啊，最好的军团全部出动，虎贲3000，然后甲兵45000，那夯不啷当加起来都就5万多而已嘛，5万多跟商朝怎么比？然后谁打前锋啊？武王殿后，主力兵殿后打前锋了姜子牙，姜子牙就刚才讲了，然后战车300冲前锋，那牧野之战。很有趣的是，他从早上打到黄昏就结束了。商朝怎么一败涂地呢？他不是所有的青铜器，当时而且当时最好的马车也在他手上啊。所以后来周朝会发展说以人治天下，天下莫不归服的一个意思。商纣王他们杀人太多，而且商纣王之前也是一样，那是到后来商纣王变本加厉，民心思变。很多自己的大臣，他们曾经打过一次内战，就是为这个，要不要这个活人祭，要不要这种东西太残忍了。也有很有良心的、有远见的这种大臣，就是真的比干这些人。对，比干，还有刚才讲的二侯、九侯也是一样，他们反对，后来打内战输掉了，被抓了又杀掉了。所以有很多这样有良心的人，他在商朝没有办法生存。那大家有的闷着不敢说，等时机来的时候，我反。那这牧野之战的时候，商朝当时还有一个这天命，说天将亡我这个天意。当时商朝是派出17万的主力部队，远征东夷。东夷。那主力部队在外面嘛，所以留下来的可能是次级军团啦，或者是再抓一些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周朝敢叛变。对。所以后来一冲锋的时候，我说牧野之战好玩的，没有人这样打的了。姜子牙主力部队300战车往前冲的时候，上面商朝这边的那个前锋部队不敢接战，也不想接战，所以他就回头跑。他们以前用了一个字叫前土啊，前面的那个土地的前土，前土是什么？就是前面的这个所谓前面的刚才冲锋兵嘛，那这个前锋部队前土。他不打不接战，看姜子牙一冲过来，他往回跑。如果说你是溃散逃掉，那就算了。他不是，他往回打，干脆我就往后打了。所以牧野真是这样打的。对，他其实是等于有点是我临阵投降的意思嘛。那投降我直接就往回打，打了以后，其他人其实本来就无心恋战了。所以商朝那么多的部队，当时记载是有可能人数了，人数大概也有11万，11万，至少是周朝的武器，对，有那么多武器，没有一个国家灭亡的时候只打1天了，550年历史在那一天结束。对，所以说牧野之战，有人讲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战，也是最快速的一战，就是牧野之战。那牧野之战以后就才进入周朝嘛。刚才讲了，文王跟武王他们讲说，你如果得胜以后，把商朝这一块文化整个连根拔掉，所以印度安阳才变成废墟，叫殷墟的墟，对，废墟。然后他本身很多里面的人啊，很多人他就被流放迁走，他没有说他是用流放了。所以商人还好，他保种保下来了，保种保下来。那另外讲羌人，刚才为什么跟周文王这边愿意联系？因为商朝其实也一直想说，干脆我就把羌整个灭掉，但这样活人祭的来源就少了。那他想灭掉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刚才讲羌人善战，包括后来的汉羌百年战争也打过了，李广的时代也打过。后来三国时代不是出了一个五虎将马超，马超是羌人啊，他母亲是羌哈。
所以我们在讲说，羌这样一个善战的民族，他无论如何对商朝是一个威胁，所以这是原因之一。商朝第二个想灭掉的是商朝当时想灭羌的原因是当时商朝灭掉夏朝啊，灭掉夏朝的很多移民啊逃到什么地方？现在的甘肃青海，就是羌人主管的地方。那羌人把他收留了，得罪了这个商朝，说你说这个是我要杀的，你既然能亲命要犯，你把他收藏，所以第二个我要杀你，我一定要灭你国。所以羌人当时会跟周王，你要结交我，我也想结交你，我们有志一同嘛，要不然我也有一天我会等于灭国，以前叫灭邦啦，他灭种了，对，所以你看两个就一拍即合，对，一拍即合，所以周王跟姜子牙打这个周武王跟姜子牙打这个牧野之战。他打得很漂亮，没有一天结束。那漂亮以我刚才讲，他就把商文化整个连根拔起，杀人献祭，然后后来才有那个孔子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这句话出来。对，所以传世的变成第一个，这是有人讲它算是一种哲学思想，所以。有什么存天理去人意的这种观念，所以他上书里面有讲到天道无常，唯德是福。对，以德服人嘛。天子的也是一样，要教化民众，你要以德，大家天下就会归服。因为这套东西发展到后来，我说他对于中国后来文化影响很大的是孔子，500年后孔子出现，孔子定五经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易经，他从这边要延伸一套观念跟文化来让后世跟当代人去学。对，所以我们只看到了《封神榜》，我们只看到牧野战争，然后觉得怎么商朝什么都不见，原来商朝是被有计划的给灭掉。那为什么要灭掉？是因为那个时代太血腥、太残忍了。周朝他们认为说这个不能再继续留在中华大地，这个一定要把它连根拔起。没想到他真的连根拔起，但到了民国初年，居然他透过甲骨文又被认知到了。不过社长，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我们这样聊一聊，已经1个钟，我们已经聊了1个钟头了。然后呢，我希望的这个4大文明都还没讲。这东西我们要慢慢聊。我们这是刚刚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社长，我们以后真是常常来。这么快啊！这一段时间，这个在当然很多人不清楚，可是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讲，对中国人的面貌，对中国人的性格，真的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从一个血腥、残忍、献祭的这个文明，变成了一个以所谓的礼乐、治理作乐的文明。这中间差别真的很大。非常谢谢社长，谢谢宝杰，谢谢各位宝杰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君说：“支持宝洁及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的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